是啊，因为想到了好笑的事情。魏无羡故意一顿，才说聂怀桑和江澄都猜错了。蓝忘机目光一沉，猜错什么？他们以为你只是想报复我，还跟我打赌请吃饭呢。魏无羡坦率道，但其实你对我有感觉的，对不对？你对我呢？蓝忘机没有正面回答。前夫哥确实很吸引人。魏无羡大方承认，揽着对方的脖子想要继续接吻，还让我赢了一顿饭。然而蓝忘机这次却偏头躲开。哪里吸引你？魏无羡渐渐没有耐心，直言不讳道，你这张脸啊。沉默了一瞬，蓝忘机缓缓从魏无羡身上起来。怎么了？魏无羡撑起身子，脸上的笑容淡去，可别说你现在跟我在这里，不是看上我这张脸。蓝忘机无力反驳，只是尴尬的起身，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。哪有人箭在弦上了都还能提裤子走人？看到对方不理他，魏无羡心里更是冒起一股无名火。前夫哥真是清高，要换我们圈子的人，早就做个7、8回合了。魏无羡语气无比轻佻。蓝忘机瞪着魏无羡，勉强压住怒气，是吗？看对眼就做呗。魏无羡故意刺激他，怎么，你没做过吗？不会结婚这2年一直在为我守身如玉吧？蓝忘机没有理他，拿起外套径直离开。看到房间门被关上，魏无羡叹了口气，到回床上。喜欢你的脸也有错吗？魏无羡委屈得很。把车开到郊外，蓝忘机坐在车里平复了好久，才让心跳稳定下来。再不离开，他不能保证不和魏无羡发生关系。他有良好的教养，也有自己的底线，在这样不清不楚的关系，甚至多半是一夜情的前提下，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和魏无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自己生硬的态度，可能也给对方造成不愉快的回忆，估计魏婴以后也不大想和他来往了。但一想到魏无羡嘴上叨叨着看对眼就做这种毫不负责的话，他又觉得生气。他不愿想象魏无羡在国外跟别人交往时如何贯彻这条准则的。已经是后半夜，蓝忘机一点都不困，他启动车子往城里开去。他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绕到魏无羡的画廊外。当发现画廊的窗户有灯光时，他惊讶万分。本以为魏无羡还在酒店，估摸是他离开不久，魏无羡也离开了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蓝忘机停好车子来到窗户边。窗帘虽然拉上，但还有些许缝隙，他忍不住透过窗户往里看去。只见在宽敞的大厅里，魏无羡支起画架，正在聚精会神作画。蓝忘机微微睁大眼睛，他只知道魏无羡在做画作的买卖，没想到他自己也能画。看来自己对魏婴的了解也很片面。魏无羡背对着窗户，蓝忘机无法看到他究竟在画什么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作画的背影，不知看了多久，察觉到天开始蒙蒙亮，已经有车辆频繁驶过后，他才离开。过后一段时间，蓝忘机都没有魏无羡的消息。每次上下班，他经过画廊时，只见大门紧闭，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。蓝曦臣帮他侧面打听了下几个画廊的老主顾，都说店主最近忙得不行，电话没人接，发信息也不回，估计到国外选画去了。江澄和聂怀桑这边表示最近没约到过魏无羡，两人曾去过画廊找人，但都无人应答。魏长泽那边基本对儿子是放养状态，更问不出个什么。弟弟不吭声，蓝曦臣也能猜到上次两人交往不太顺利。魏无羡回国后一直很活跃，再忙也会参加各种应酬，玩世联不大是他的作风。莫非是又准备出国不再回来了？蓝曦臣很担忧。不过蓝曦臣的担忧是多余的。1个月后，在江家的宴会上，魏无羡出现了，依然带着他的招牌笑脸，拿着酒杯跟客人们谈天说地，很受欢迎。蓝忘机远远看去，只觉得这人又瘦了一圈，虽然极力表现出爽朗的模样，也掩饰不住疲惫的神色。下个月画廊会举办一次画展，欢迎大家来捧场。走近一点，才发现魏无羡在邀请客人去看画展。画家暂时保密，不过保证各位绝对不虚此行。魏无羡露出别有深意的笑容，他的目光扫过蓝忘机，却没有一丝停留。邀请函我会寄给各位的，请记得查收。因为画廊卖出的作品一向很有品味，客人们兴致盎然，围着魏无羡想打听更多内幕。蓝忘机知道
那位神秘的画家应该就是魏无羡本人。他会寄邀请函给自己吗？蓝忘机不敢肯定。无羡哥哥，我也要邀请函。几个千金大小姐别有所图似的也围了上去，娇滴滴的声音就快把人的心都融化。可以呀。魏无羡的笑容更明显了。看到这幕，蓝忘机的心情瞬间又暗淡下去，他转过身提前离开。魏无羡的视线追随着蓝忘机离开的身影，直至消失在门后，再也看不见。他一开始就是学画画的，有天赋，有自己的风格，画作在圈子里小有名气。但后来他总觉得怎么画都无法令自己满意，不如就搁笔不画，直接搞鉴赏做生意去了。那晚虽然两人搞得很不愉快，魏无羡甚至是气急败坏，但挡不住忽然灵光一闪，很想再握起画笔。魏无羡画廊里画具一应俱全，宽敞的大厅正适合他摆画架作画。他瞌睡全无，蓝忘机宛如他的灵感缪斯，拿起画笔的瞬间都不需要他做任何思考，全靠本能在作画。搁笔多年，绘画技术没有生疏。待魏无羡回过神来，已是午后。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作画令他浑身僵硬，但灵感还在源源不断冒出来。无法挪动一步的他给家里管家打了电话，让送点吃的过来。真要命啊！魏无羡眼睛里布满红色血丝，蓝湛，真要命！管家连续送了几天饭，看到魏无羡没日没夜的作画，送来的饭也不按时吃，硬是把人带话剧一起拖回魏家。半个月后，面对一屋子的画作，魏无羡犯难了。这可怎么处理啊？魏无羡一屁股坐在地板上，一时兴起画了这么多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又不可能卖掉。但魏无羡心里明白，这些画必须要给蓝忘机看到才行，不如办个画展。魏无羡灵机一动，他环视四周，画作上都是蓝忘机那张好看的脸，就是喜欢你这张脸吗？很不服气吗？别人让我看脸我都不愿意呢。既然前夫这么介意别人喜欢他那张脸，那就让前夫知道他魏无羡究竟有多喜欢这张脸。宴会结束后，魏无羡就着手开始寄送邀请函。他没有寄蓝忘机的，因为前夫哥嘛，当然得亲自送。但经过上次酒店事件，他又有点拉不下面子主动去找蓝忘机，毕竟是这人把自己先扔下的。我是去他公司偶遇呢，还是直接回请他吃顿饭呢？魏无羡看着自己手绘的最与众不同的邀请函，还是过不了心头那道坎。这段时间他闭关画画，期间只知道蓝曦臣有打听过他的行踪，大家都在传言他又出国了，但蓝忘机似乎没有任何动作。前夫哥竟然都没来找过我。魏无羡想到就很气呼呼，那我也不要去找他。下午，江澄打来电话说江厌离和金子轩又要约会相亲，魏无羡以准备画展为由拒绝了。那晚餐厅的狗血大剧，他看一次尴尬一次，明明就不适合，却要被家长逼着重复相亲。江厌离实惨，金子轩也实惨。这段时间吃腻了家里厨师做的菜，那两个好哥们又要去做护花使者。魏无羡准备一个人去吃火锅，可刚踏进火锅店，就看到江澄冲自己拼命挥手。